我们跟朋友一起去韩国玩4天。这次搭的航班比较晚，出发都快11点了。车上还是有不少人呢。来桃园机场这么多次，现在才发现有纪念章。出发，好心情写在脸上。我好爱起飞与降落时的城市夜景哦，超级美的。桃园飞大邱只要2个小时左右，超级快，眯一下就到了。坐巴士来去大邱车站，搭乘101号巴士。不远，坐一下子就到咯。天色渐渐的亮了。大邱车站的月台超美，空间感非常强烈。我们的车子来咯。今天的目的地是釜山。不到1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到釜山咯。釜山站的大厅超级大哦。早安釜山。哇，韩国的空气。先来去换韩币。釜山站附近有家东恒鹰饭店，这里外国人可以很方便兑换韩币。进门后左转大厅就有一台韩币兑换机，先扫描护照确认身份，支援非常多主流外币。确认使用的外币后，将纸钞放入301，就会依显示的汇率换成韩币给你咯，也支援台币兑换哦，超级方便的。拿取韩币与明细。接下来搭乘地铁前往扎嘎奇。来去吃早餐业。饮料不要选牛奶，什么都好。这家的欧姆蛋三明治很美味哦，种类超多的三明治。
店里可以看到师傅现场制作，不知道要点什么，柜台有推荐样式，柜台旁有电子点餐机。餐点选好后再选择如何付款，刷卡超快，超方便。虽然现点现做，但出餐的速度蛮快的。点了推荐样式，这个欧姆蛋看起来超棒。欧姆蛋与香滑起司、咸香培根，真是完美搭配。另外这个面包体超级推荐，外酥内嫩，薯饼的酱包很特别。颜色看起来像韩式辣酱。吃起来微辣，有点像烤肉酱加番茄酱的甜辣酱。我可以坐这边吃吗？还是你要拿过来？下个行程是白浅滩文化村，来去看海喝咖啡。韩国搭计程车很方便，也不贵，跟台湾差不多。发现这里景色有点像基隆呢。我们直接搭车到文化村的上面。釜山的可爱吉祥物海鸥布比，这里可以看到好多货柜船呢，景观非常好哦。也可以直接看到松岛湾渔览车。有免费的望远镜可以使用。到下面看看螺。南港大桥。真的，这样经常起来哦。快，往前走。这个阶梯可以直接看到海鸥，拍照很漂亮。彩虹钢琴阶梯。到达步道最底层，白浅滩海岸隧道。利用隧道口的强光，可以拍摄美美的剪影照片哦。拍剪影，不错啊。好嘞。耍笨钟。隧道内也有好几个拍照点。心心相印墙，两只手一起摸墙壁会出现爱心哦。这里也有地方可以下去海滩，是沿岸，不是沙滩就是了。这里海水超级清澈的，微微的海风很舒服。这边有很多咖啡厅哦，是个看海喝咖啡的好地方。走，喝咖啡去。这家咖啡厅有着无敌景观哟。走，下楼去。沿着阶梯往下。白色基调的装潢非常高雅。哇！
是不是很酷？景观非常厉害。在韩国的第一杯咖啡，偏生培、焦香、坚果味。这个基底做拿铁应该很好喝。真的好喝，不过也不算便宜就是。来韩国怎能不吃烤肉呢？第一天的午餐就它了。走，尝尝。进门就能看到冷藏柜里的肉品，可见很有自信。刚坐下小菜马上上桌了。在韩国的餐厅小菜都是无限量供应的。这家小菜的种类样式不少呢。先干一杯。这家烤肉的梗在于超厚的肉片，另外店员会帮忙烤肉，技术超好超贴心。偷吃辣豆芽被发现了，啤酒跟烤肉真的是绝配。两面烤至金黄后剪成小块烤熟。香到一个爆炸。不简单，他请服务生放进去。可以吃的肉会放到另外的石板上，店员也会教小菜与肉的搭配吃法。泡菜预热，然后放上烤肉，再加些腌萝卜丝，最后放上烤虾米，看了就美味。拿起来用芝麻叶包着吃，当然要一口闷了，真要了亲命。当然想怎么吃怎么搭都是随意的，美滋滋。附的马蹄菜饭也很特别。有个他自己特有的淡淡香气，用海苔包着吃也很不错。海苔当然也是无限供应，加入其他小菜做成韩式拌饭，然后再包海苔吃，超级满足。再干啦！大家来韩国一定要吃烤肉哦，真的不会失望。来去饭店 check in 经过 Beef 广场，这里下午开始非常热闹哦，有很多韩国在地小吃摊，其中必吃的当然是糖饼了。一个甜甜的香气直扑而来，煎好的糖饼会剪开，然后塞入大量的坚果碎。糖饼加坚果碎是釜山这边独有的特色。软糯香甜的糖饼搭上坚果香脆的口感，
来釜山记得尝一尝。Beef 广场会卖到晚上变成夜市，摊贩也很多，很值得一逛。不过韩国摊贩卖的小吃定价都偏贵就是了，大家斟酌。我们这次住宿的饭店就在 Beef 广场与扎嘎奇车站旁，是个 CP 值非常高的饭店哦。带大家看看房间，空间不算太小。有小茶几与单人沙发，小书桌，有插座可以在这里充电。床底下有拖鞋、浴衣与保险柜，浴衣在抽屉里，附2双轻便拖鞋。冰箱内有2瓶矿泉水。茶包部分只有玉米须茶。韩国人几乎不喝茶叶的。洗手台与免治马桶，也有浴缸可以泡澡。洗发乳与沐浴乳直接挂在墙上，洗手乳也是挂在洗手台旁。这家的特色就是便宜、干净、交通方便。今天晚餐来去吃韩式炸鸡。桥村炸鸡也是很有人气的店，似乎涨价了。疫情完，全世界物价都上涨了。除了炸鸡外，也有卖其他餐点。最近很流行的黑炸鸡，不过我们还是想吃怀念的味道。小菜先上。这个薯片搭上起司粉，意外的好吃。果然热量越高越美味。里面有薯条与薯片2种。怕沾手的人可以用夹子吃。也有卖辣炒年糕，就一般般的味道。看那还有烟呢。现在都跟他同一间啊，是生啊。上次来的是他的。还没了。有点太辣了，吃完之后吃其他东西都觉得辣口。面衣炸得非常香酥漂亮，外皮裹上一层蜜糖，味道偏甜，很合我们胃口。现炸的鸡肉还保有美味的肉汁。这个就是基本款咯，咸香咸香。当然啤酒也是不可少。来釜山知名的 OPS 面包店买宵夜，简单晃一圈。布丁、苹果派，看起来很棒。它像不像日本的那个和果子？小馒头。荔枝饼。红豆铜锣烧，看起来不错吃啊。
从光复路商店街的电扶梯可以到龙头山公园，很奇妙的地方，入口竟然是露天的电扶梯，搭了好久的电扶梯，蛮高的地方呢，意外的蛮漂亮的。一直远远看到的釜山塔原来在这呀。右边的钟在过年时，釜山的民众会聚集在这里，一同倒数并聆听新年的钟声。公园内很多发光的装置艺术，蛮梦幻的。公园中间有座铜像，是韩国的英雄李舜臣将军铜像。后面的釜山塔是一座观景台，近看蛮震撼的。绕上去看看。旁边的谶楼灯火通明的，超级漂亮，是咖啡厅与纪念品店。这是一个咖啡厅呀。进去看看卖什么？釜山明信片，很多手绘风的釜山景点。这个贴纸很可爱。你看啊，还有 Boogie 的娃娃可爱。那是海鸥吧？他拿着雨伞，你看，这有那个烧酒的那个开瓶器。李舜臣将军公仔，釜山透明小卡，很多手绘风的图案，好美。来得有点晚，店家准备闭店休息了，我们也离开吧。晚上的龙头山公园很美哦，在这里散步很舒服。接下来要去坐胶囊电车，吃生腌海鲜，看美美夜景。今天整天在釜山玩，搭地铁来去海云台，在中洞站下车。咱们家姐姐的行前教育，感谢老天爷赏的好天气。Vision X 的 Sky 是目前韩国第2高建筑，待会要来去搭乘胶囊列车。这里有先经过维普海滩，走，先去看看，跟着人潮走。不少外国游客在这里拍照，整个沙滩非常干净哦，看了真是舒服。我们继续前进。补充一下今天的咖啡因，这家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平价咖啡，主打便宜超大杯，真的没唬你，没再跟你客气的。拿铁也好喝。
到车站咯，满满的人潮，超多韩国长辈们。还好我们已经先在网络预约时间与买票。除了基本色车厢外，现在还有彩绘车厢。终于快轮到我们了。单程搭车时间约30分钟。车厢最多可搭4人，但人数越多，票价也跟着提高。耶，上车。上车时会有工作人员帮你拍合照。终点站会问你要不要购买纪念相框。出发。从维普站出发的好处是列车轨道在靠海那边，风景稍微好一点到，车速不快，可以好好享受这段时光。看到海咯，车子的侧边小窗是可以开的。我发现彩绘的车厢样式也有好几款耶。下方还有另一个铁道与行人步道，胶囊列车咖啡厅。釜山的海水真的好清澈。一次看到4个车厢呢？它是间距应该是一样的吧？有时间的话，在下面的步道散步好像也不错。还有往海岸边的阶梯，进入松树林区了。看到天空胶囊列车下面的海岸列车了，看到护栏表示快到终点咯。右边是双子灯塔，也是釜山的景点，蓝色的海岸列车。看到终点站咯，真不舍。安全系统将依次启动和停止。由于Thank you。出口处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有纪念品店，晃一下。还有长脚的鱼天空胶囊列车的胸针。这个长脚鱼好呆萌可爱。对啊，它长了。釜山的吉祥物海鸥布比与胶囊列车，各买一个留念，这是旅行的回忆。娘娘吗？这个是那个妈妈。有卖很精致的绑绳，还告诉你各种用途，做工真的很细致。窗边放着小灯塔，原来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双子灯塔。贩售的透明小卡可以用来拍照。还是想要这个鱼。看一下，快找。就这3个啦。这就是我们要去吃的。下楼时看到待会目的地的广告，真期待。海岸列车的行驶距离比胶囊列车远，
继续前进。沿着步道往松亭方向，不时会遇到海岸列车。走着走着，到了天空步道了，竟然有纪念章。韩国超不流行纪念章的，一路上都没看到。要进入天空步道，会要求穿上鞋套。Thank you。穿着鞋套走路怪怪的，哈。为了保护设施很用心呢。步道上超多透明玻璃的，踩着心里都毛毛的。可以看到下方海水与礁岩，被朋友吐槽了。硬要踩在这根。也有这种镂空的铁架，跟玻璃不一样的感觉，但心里还是毛毛的。哇，太好大！渐渐的会习惯。走走走，来去吃饭。树上都是松果呢。跟得上。字很漂亮。满满松树的海岸边。快到咯！以前他诉求就是那个2个灯塔而已。这次来韩国最期待吃这家，先用点餐鸡后味，有中文的菜单哦。店家的起源由来1976。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生腌海鲜。也有各种口味的韩式拌饭，门口有个很大的后卫区，可以拍美美照。很幸运，只等了一下下就有位置了。餐厅的景观不错。餐桌子是个手绘的生腌海鲜拼盘，已经点好餐，就坐后餐点就会直接上了。套餐附的开胃菜会先上来，卖相超级好的啦，看着都觉得好吃。蜜汁糖醋香菇很特别，也很好吃。这个炸南瓜超级好吃，有够甜的，酥脆的面衣与绵密软糯的南瓜口感超棒。主菜上桌，就是这个啦，8种生腌海鲜拼盘与配菜，颜色整个超美。夹子那边很美。我们家安迪哥硬要入境，不是，是贴心帮忙。章鱼脚剪完人就跑了。章鱼脚剪小块，大家比较好分着吃。这个烤牛肉有点贵，画面中是1半的分量。附的白米饭先打起来拌芝麻。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锅底的锅巴可以加入茶汤，是哦。喝起来会有一股锅巴的焦香。靠北，那才刚那。分开写，我以为要分开。
慢一宿，慢，你慢，等一下我们再。这个偏重口味，加海苔吃超棒。鲍鱼拌饭给了2只鲍鱼，剪小块后再来拌。饭里加了鲍鱼干或墨鱼酱之类的，海鲜味很重。加海苔一起入口真的好吃，重头戏来啦！生腌酱螃蟹，用力将蟹肉挤出来，这螃蟹好新鲜。再将蟹肉挤在饭上，用海苔包起来，螃蟹已经调味过，不用加配料。新鲜螃蟹没有腥味，很棒。朋友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呢。将附的蛋黄打散，跟配料搅和成蛋黄酱，搭海鲜吃超赞。尝尝这个生腌虾，本以为会跟一般生虾一样绵绵软软，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脆脆 QQ 的口感，超棒！扇贝基本上是熟的，很甜，很好吃。鲑鱼肉腌制完也是 QQ 脆脆的口感。满满蟹黄的腌蟹来一下，加上海苔与芝麻白饭，再淋一些蛋黄酱，这一口这趟来韩国就值得了。直接来一口吧，只要能克服心理障碍。生腌海鲜超鲜美的哟，每个人约台币720元，很划算。这里也称为海云台大街，是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商圈哦。大街两旁有各式商店、餐厅与小贩，大街中间有人行步道。时常有展览或是活动布置。发现很好笑的是，竟然跟我的袜子一样，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主题呢。看来晚上点灯会很漂亮的装置艺术。我是红心皇后，小王子。发现韩国人真的很喜欢小王子。这边有一家鱼糕专卖店，可惜今天不是旅程最后一天，不然我就搬个几包回台湾。店里有贩售可以现吃的鱼糕，口味也非常多样哦。古莱斯的鱼糕也是很多人推荐必买。现场的口味也是多到不知怎么选择呢。价格来说，每根在台币70到100元之间。除了基本款外，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像这个章鱼脚鱼糕，看起来就好好吃。
还有蟹钳鱼糕。蟹钳鱼糕竟然有试吃，很大方呢。钳子部分被我拿到了。我超喜欢韩国的鱼糕。店里除了贩售区，也有用餐区。这边有真空包鱼糕。这家鱼糕店真的超级大。这里也有一个当地的传统市场，入口进来就有满满的海鲜餐厅。忙慢吧。想要品尝一下韩国特别的茫鳗料理，这里是个好选择，到处都有哦。今天没有在这边吃饭，就不深入去逛了。海云台大街尽头就是海滩咯，过个马路就看到海了。这边游客也不少。月亮已经出来了呀。釜山的海滩超级干净的，沙滩、卖场、旅宿，真的是个度假的好地方。坐在沙滩上吹海风也很舒服。体验一下韩国人喜欢喝的香蕉牛奶，买个不同样式喝喝，看看味道有没有不同。这好喝很多啊！左边是大家熟知的品牌，你是心理作用。右边是韩国在地品牌。我觉得没办法比较，因为两个味道不一样。对。其实就是左边像香蕉鲜乳，右边像香蕉保酒乳。不一样。大家有机会自己试试看。接下来是釜山夜景马拉松。第一个夜景地点离海云台大街不远，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大楼与灯光倒影。你这个也可以让那个球变成月亮，但事实上它不是月亮。这里很推荐哦，到楼下看看。来去户外用餐区，那边可以一边用餐一边看夜景。超级大的用餐区耶！看出来。来去吃东西，发现大家已经开吃了，看夜景，吃炸鸡，喝啤酒，超级享受的啦！干杯！来去下个夜景地点，超美的一个港都。
离开都会大楼区。待会目的地就在这个灯火通明处。到咯。刚刚还在桥上看着这边，这里又是釜山另一个海水浴场，周围满满的餐厅、商店，还能看到广安大桥，是个情侣约会的热门地点。好羡慕釜山民众呢，旁边隔条马路就是满满的餐厅。除了沙滩，也有人行步道。不少人赤脚走在沙滩踏浪，灯光的倒影真的超级美。沙滩上也有一些很美的设施，这个发光秋千环就很漂亮，蛮佩服设计者的创意的。来去集合点往下个夜景地点。接下来的点交通比较不方便，包车前往郊区前进咯，还要走一小段山路。蓝色的塔是烽火台，这里因为交通稍微不方便，所以游客不多。登上步道的最高点，就能看到釜山海岸的城市夜景。他会有，你会觉得他是进的也太惊人了。他的这个条件，因为这里还有两个，也有免费的望远镜可以使用哦。另一边也可以看到另一个方向的夜景，不过这边就没有海景了，大楼明显比较多，也是个很棒的夜景地点。这次到这里咯，接下来我们去泛鱼寺看早风，大邱吃烤肠， Spark 乐园做 disco。天气好，心情好，来去农特利吃早餐。韩国很流行用点餐机点餐，买了炸虾堡套餐，薯条是现炸的，很好吃。汉堡超级硕大的，害我都没拿稳。看起来很不错哟，试吃看看。下面的炸虾排味道很不错，汉堡真的很大一颗，一口只咬下一小部分。除了虾排，还有2只炸虾。这个汉堡很可以，推荐。吃完早餐，我们坐地铁到老浦。我们来去老浦5日集体验当地人的生活。
所谓的5日集是每隔5天才开张一次的市集，这里是日期尾数2跟7才有开哦，非常难得的一个市集。秋天开始卖柿子了，现做小小的红豆饼。这个栗子超大颗的，第一次看到带鱼做的鱼干，各式各样的海带类。也有卖五谷杂粮。对啊，米啊。韩国的柿子很漂亮，也有小吃部，卖的东西很道地，很香。苹果、砂糖橘、麝香葡萄、柿子，新鲜银杏。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来逛的市集，有现做的鱼糕，类似沙琪玛和台湾玛瑙的糕点，煎堆、甜甜圈，还有糖饼，竟然还有卖整篮的人参。韩国的新鲜花菇、豆腐、他们在买什么？香香在买什么？卤猪脚。市场里面卖的红豆饼形状很像药果，真的是一个很在地的市集呢。接下来我们搭计程车往山里前进。还好就在那个外头。到目的地范于市咯。相传这里有一座金色的井，不时有金鱼乘5色彩云下凡到井里玩耍，故得名金井山范于市。到主殿前会先经过3道门，第1道潮汐门，第2道门天王门。进门两边有供奉10天王。第3道门不二门。我的头发，我家发已经经过那个4大明王的那个加持。对啊，还好，等一下从另外一边下去。这边没错。走路了，这个竹林漂亮。再往前经过普济楼就是大殿了。阶梯上方就是大雄殿。发现主殿在办法会，我们就不上去打扰人家了。往旁边的小路前进。发现有一棵枣枫，你看地下，看地下，已经完全红了呢。初秋的山上已经有些变色了。
发现松果。准备下山离开，来去吃饭咯。搭地铁从泛榆市站到西面站，这家就在西面车站附近，装潢很漂亮的店家。照惯例，一入座小菜先上。富的人参酒可以加在鸡汤里，想要小酌一下也是可以。试试看。先开胃一下。这个鸡胗非常好吃。它有那个核桃，哎呀，主餐来了。今天呢？汤里面有整颗的栗子，栗子哎，先喝一口原味，把生药酒加到里面咯，超级香的。里面是一整只的鸡，整个鸡肉煮得非常软乎，可以捞起来放在富的盘子里等凉享用。这盘子也可以让你放鸡骨头用。除了原味生鸡汤以外，也有其他口味，这是加锅巴的。里面有一块蛮大的鲜人参，鸡肚子里的米饭一起炖煮，吸收了鸡汤的鲜美，超好吃。另外也有海鲜煎饼，好吃，2、3下就吃完了。回到光复路时尚街。来去看最近超火的狮子莱恩商品专卖店，这里超多莱恩与朋友们的周边商品，钥匙圈、购物袋，这个是安全带的那个闭车安全带套。来跟莱恩合照，这个姿势好可爱呀！有超多莱恩绒毛娃娃。也有超大只的莱恩，可以跟它合拍哦。2楼也有不少商品。发现莱恩车车。这层楼比较多家用商品。行李箱挂牌。行李箱整理包，这个我有买。好多旅行用的配件。手机壳专区。发现超可爱的鞋子，是不是很棒？这是洞洞鞋。也有很多文具类的。不沾手零食夹，这个小玻璃杯好可爱呀！还有3楼可以上去。这里有内裤兔专区。
啊，打翻蛋糕了，然后露出超无辜的脸，好好笑。还有这个鸭子是第一次见到。走咯来去楼下结账。超大的一间旗舰店。今天我们要移动到大邱，往釜山站。大邱车站内有一个美食商店街 ，Antians 这是一家蝴蝶饼专卖店，买了肉桂安提棒来吃。最喜欢肉桂味了。朋友推荐必吃店家三松面包，这家的麻药玉米面包超级好吃。麻药是形容词啦，就是会吃到欲罢不能。赶快来去买一个玉米面包解馋。里面满满的玉米酱，满满的玉米香。这个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玉米面包。喜欢玉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先来去饭店。今天的天空很漂亮。这次订的饭店离大邱站不远，3颗星。带大家看一下房间。房间超级大。整体空间很不错耶。浴室也是有够大的。美美的浴缸。浴缸旁有淋浴设备。免治马桶。洗脸台。小冰箱里有3瓶水。茶包区有咖啡、玉米须茶，旁边有附2件浴衣，还有挂外套的衣架。办公小桌，小茶几与单人沙发，费用双人房约2500台币，附早餐，大推。这家饭店还有另一个特色。我们到顶楼看看，有一个开放的招待所空间，这里可以办趴。也可以看大邱的夜景。
走，来去吃晚餐。今天要吃的店家在一条小巷内，巷子入口处有点破乱，进来后是另一个世界，灯火通明，餐厅林立。格列佛烤肠，韩国惯例的小菜先上，先干一杯啤酒啦。感谢朋友规划的行程，让我们无脑跟着玩。我们点了大肠与猪颈肉，也是有五花肉可以点。肉类送上前已经先烤至8分熟了，稍微烤焦一点就可以吃了。大肠部分剪开一下，更容易逼出油脂。这个画面太美，这里面共2份。用芝麻叶包烤肠与猪肉，加上辣葱。这口下去，来韩国就值得了。敢吃辣的，直接加青阳辣椒吃也很棒。喝口啤酒解解辣，真的赞不绝口。店家附酱料不会很咸，可以直接沾着吃。一口烤肠，一口啤酒，这就是人生啊！再加点一份，冲一波，真的太满足了。来去东城路 Spark 看摩天轮。这家百货公司外墙就是一个大大的电视墙。往顶楼前进。是个灯光绚丽、五彩缤纷的地方。Disco。一来就看到一群大男生在做这个游乐设施，很嗨呢。直接到入口处用荧幕买票，差点包场，这趟只有2个人。据表示，离心力真的超强，一度还高于大楼外墙，很刺激。会怕的人还是坐摩天轮比较没压力。地板有透明玻璃，可以直接看到马路。来去逛一下整个乐园。也有像大怒神的游乐设施。看起来没什么，实际坐上去还是挺刺激。
今天最后来吃个冰做结尾吧。雪花冰上铺满了黄豆粉，再淋上炼乳，好邪恶呀！里面还有杏仁片与麻薯增加口感，甜蜜蜜的，好好吃。招牌烤吐司，表面撒一层黄豆粉与杏仁片，中间再包麻薯。这种碳水化合物的欢愉能不好吃吗？我觉得他已经摔一两次了，他还是不小心，他更要很小心。跟朋友交换了一半的起司烤吐司，这时候来个有点咸味的食物，整个大加分。就是这个好吃。吃到一半发现冰中间还夹了一层黄豆粉，下次来再试试其他口味的冰。明天要坐缆车去山上感受秋天，吃巨松炖排骨。来去看一下韩国饭店早餐吃什么。韩酱炒肉，这个有点像烩肉丸子。笔管面，起司炒年糕，橡果凉粉，火腿肠，蒸笼里有饺子、水煮蛋、豆腐蛋花汤与海带芽汤，蘑菇浓汤。早餐也是有白饭、糙米粥、韩式泡菜、腌萝卜、青阳辣椒，简单的沙拉、薯泥与沙拉酱，水果有凤梨、柳橙与解冻荔枝，牛奶、柳橙汁，早餐脆片，早餐面包、果酱、奶油，自动咖啡机。这里竟然有我一直想吃吃看的韩国橡果凉粉。凉粉本身没有调味，加点酱汁，来点薯泥、沙拉。早餐的招数跟台湾与日本不太一样呢，好期待这个橡果凉粉的味道。据说是用橡果磨成粉再制作成的，非常费工，基本上没啥强烈味道，带点干干的苦味，不好吃也不难吃。当个体验很不错就是了。海带芽汤拌饭吃超好吃，饺子配泡菜吃也很棒。2000多台币住一晚大房间，提供不错的早餐。这个饭店真的很推，大家来大邱可以订这家。吃完早餐出门来去玩咯。枫叶渐渐转红了。如果晚1个星期来，应该会漂亮超多。从东大邱站坐地铁，我们要坐到岭大医院站，然后出地铁转公车，车上全是老人家呢。越市郊搭车的人越少了，几乎包车了。到前山观景台站下车，山上的枫叶比较红一点，有点秋天的感觉了。往山里走，要再搭缆车上山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路，无脑跟着朋友走，发现2棵超黄的银杏，银杏树变黄也是超漂亮的。途中经过洛东江战胜纪念馆，时间有限，我们就没进去了。
看到前山缆车的指示牌了，真的要走不小的一段路哦。早上山林间的空气真的好好。终于快到了，来去买票。缆车来回票12000韩元，单程8000韩元。当然买来回票，单程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山。票亭旁边有背板墙给你拍照。另一边是往缆车的入口。出发。这里是多人乘坐的大箱体缆车。可以看得很远，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呢。景色真的超级棒。接近山顶时，发现红叶变得比较多了。晚1个礼拜来会更美，可惜。待会也是回到这边坐缆车下山。前面就是前山公园的休息站。休息站楼上也可以看景观。这里真的看超远的。山上的树木红黄绿相间，很漂亮。游客很少呢，真不错。我们包场了。楼下门口有一棵银杏树。银杏叶的黄很美，很高雅。到观景台还有一小段路。给游客锁爱情锁的架子，也有给你寄明信片的邮筒，上面说送达日是1年后。现在是2023年后的全新样貌。观景台中间有只韩文拼成的兔子，可以看到整个大邱，夜景一定很棒。还有先进的电子望远镜。不过大太阳下画面看不太清楚，就是这里逛了好久，准备下山吧。
空拍的感觉真好。中心点缆车交汇，再见罗前山缆车。中午来吃排队名店巨松排骨，人气超好，要排很久，建议早点来。颜值看起来超高。这里小菜跟饮料都是自助吃到饱的，自由拿取喜欢的配料。炖排骨是超多人推荐的美食。吃法是先把骨头剔除，然后将肉剪小块，最后与酱汁拌匀。先什么都不加，直接配饭吃。肉香、酱香，整个超下饭，我可以吃3碗。接下来我们用芝麻叶腌萝卜，再撒上海苔碎包起来吃。好吃，真的超爱芝麻叶。另外就是把碎肉与酱汁加到饭上面，再加一点海苔碎，杯子在旁边。做成拌饭，这样也超对味的。最后用芝麻叶来包炖排骨拌饭，当然也是要一口闷。有刚刚慧明就这样啊。也点了一份巨松的饺子。大家分一下，体验一下滋味。老实说有点普通，大概是炖排骨太好吃了。干杯！跟好朋友一起出门旅游真的很好玩。吃完准备离开，门口排队人潮更多了。接下来去喝下午茶。这是一家在现代百货里面的咖啡厅，这整层楼都是咖啡厅，有室内区域、户外区，整个装潢非常的漂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潮并没有很多，室内也有好几个不同风格的座位区块。我超喜欢这一区的。绿色温室花园，在这边找个位置坐下来去拿餐点，点心自行取用，再去柜台结账。很多下午茶的点心，咸的甜的都有。绕一圈看看卖什么。选好了，来去结账。最后挑了最贵的蛋糕。
蛋糕体绵软湿润，甜度合宜，带点柠檬的酸味与香气。虽然不便宜，但颜值高又好吃呢。这个我推荐，搭无糖的茶或咖啡超级棒。来，去室外区看看。户外区的花园有很多大型艺术造景。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地方。离开 Walking Cup Cafe 来去逛其他地方吧。朋友推荐的红豆面包店，近代胡同红豆面包。来买点面包带回台湾。除了面包展示区，还有用餐区块哦，面包种类也不少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招牌红豆面包。这个跟台湾的碰饼几乎一样。最近韩国似乎很流行这个苹果面包，除了红豆面包外，还是有不少其他种类面包。对，好不好？这个冠军的是什么？就是拿铁面包。不会那么长。冷藏区有卖包奶油的红豆面包，买5个还有盒装。好哟，那就买5个吧。突然想起生奶油不能带回台湾，忍痛放弃，只好买普通的红豆面包回去当伴手礼了。就是这个奶油红豆面包很好吃。走路来去一家韩屋星巴克逛逛，路过大邱桂山圣堂，一路上看到好几个教堂，有公告说里面不能拍照，外面拍一下就离开吧。道咯，是一家韩屋样式的星巴克哦。我们进去看看。这边是用餐区，这边是点餐区。墙面上海女妖画得好美。这边是入口进来的前屋，这边是后屋，另一个用餐区。这边进入要脱鞋。
两栋中间还有一个侧门。我可以当导演。很漂亮、很有特色的一间星巴克。韩屋的边边有纪念章。今天最后来去新世界百货。新世界百货的8楼有很多餐厅，而且这边很漂亮。带大家来这边晃一圈。这边的风格是一个夜晚的欧洲街头。上方打着蓝色灯光，营造出夜色。很多餐厅在这边。有裂开是故意的吗？因为待会儿要赶飞机，没时间吃饭，只好忍痛离开了。前往机场咯。开心的4天旅程一下子就结束了。Thank you。再见了韩国，期待下次见面。2个小时多一点的航程就回到台湾了。平安回国。希望我们的影片能让大家有一起出国的感觉。